现在美国也开始有自己的扁鹊见蔡桓公了啊！我现在最喜欢看的就是美国智库和专家给美国开药方啊，不同于他们给中国开药方的时候，那就跟某都竞价排名过的莆田系医院一样，不管咱们啥症状，那都是不治之症啊！一会儿我们过剩会导致衰退，一会儿投资驱动影响创新，在他们嘴里，我们的经济从来都是印堂发黑，命不久矣。中国崩溃论啊，被他们当作精神食粮一般念叨了几十年。那也是张家墩呐，生不逢时，赶上了一个岁数足够大的总统啊！30年前你就念这一套，预言了30年都没兑现呢，导致大统领现在都看不过眼了啊，说他纯属胡编乱造。这些经济学家和智库啊，给我们下诊断的时候，跟要搞什么压胜之术一样，就盼着多念叨几句能把我们带沟里。但是他们给美国自己下诊断的时候，主打一个扭扭捏捏、隔靴搔痒，明明看见了症状，却不敢指出病根，既想解决问题，又不敢触碰讳疾忌医的政治正确和外强中干的民粹情绪，很有种啊快乐教育的那个老师的风格。你不能说孩子学习有问题，于是呢就习惯在屎上雕花，不努力啊就夸孩子多松弛啊，不认真就说这孩子有创意，啥也不是啊，就是孩子在做他自己，对吧？经济学人在给美国250周年体检的论文，就是这个风格，上来先把孩子好好夸一波啊！今天的美国绝对实力依然处于历史的巅峰，32.4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领跑全球，11艘核动力航母纵横七海，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顶尖高校数量仍断层领先，美元依旧支撑着半数以上的国际贸易结算，只存在一些些的小问题啊，就是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呢却失去了主导地位。我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抛开中国的发展进度不谈，美国依然是全球领先的尖子生。不过嘛，屋里美国宝贝现在如此强大，但还是很想说了算，那怎么办呢？这帮子美国智库给出了一套苗边用药组合拳3重诊断，6道药方，从经济学人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到外交事务专栏，再到国会咨文，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反思特别一致也非常的避重就轻。第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开始反思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进行经济武器化的滥用，正在系统性的消耗美国的优势。那以前美国的制裁是核武器嘛得省着用结果进入了21世纪，制裁越来越频繁，手段越来越没下限，搞得全世界现在都属于债多了不愁全世界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和地区有40个，全球才193个主权国家，地球村现在真的也无所谓了狮子多了不痒。那就因为美国直接将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结算体系，才直接催生了我们次年就推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紧接着数字人民币和多边跨境支付平台也相继落地现在就成了全地球村的新希望了美国如果继续滥用，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制裁自己依然可以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进行结算。那美国搞科技封锁其实也是一样的逻辑虽然亚马逊、微软、谷歌这些巨头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云计算份额，但是现在欧洲和我们都在加速搞主权云大家都在主动的降低对美技术构架的风险敞口。第二个共识是他们都承认了跟中国脱钩其实根本做不到，而且代价正在逐渐变得很惨痛。美国国庆的文创，欧洲高温需要的空调，五角大楼无法直视的供应商穿透图，中美的这个贸易切不断。如今在大统领的关税战叠加中东冲突的恩典之下，那些所谓的有岸外包承接国，别说根本吃不下这么大的产能，自己制造业都在不可